很快便到除夕，这一日皇宫会举办盛大宫宴，所有王公大臣、诰命夫人都要进宫参加宴会。谢之让为三品官，姜密便受封为三品书人。我差人新打了一顶，过新年便该用新的。今日是除夕，哪里就是新年啦？但见那顶珠翠冠上，颗颗圆润饱满的南海珍珠泛着柔光，只一颗色泽上乘的南海珍珠便能卖到近100两银子，这一顶冠少说也该7000两。他先前戴的珠翠冠多为500两一顶，1000两已是极为奢侈。竟想不到谢之让直接给他攒造一顶这般贵重的，太显眼了。这有什么显眼的？不过是几颗南珠罢了。先前陛下赏了一盒东珠，我是想着你不爱张扬，临了才叫人换了的，戴上便是，好看。姜密听谢之让这么一说，忽而觉得这满头南珠也不算太过奢华了。那盒东珠便先在库房收着吧，等日后夫君加官进爵，我再戴它也不迟。哼，不过是几颗珠子罢了，有什么金贵的？金穗没了，明年还会继续上供的。你若不想太张扬，拿去绣鞋好了。那岂不是暴殄天物？给乖乖用的，怎么能算是糟蹋了？这厮竟会哄人。有一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，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行至分岔路口，姜密要去拜见皇后和太子妃，谢之让要去拜见皇帝。按道理，姜密和谢之让为御赐婚姻，成亲第2日该进宫谢礼去的。只是那几日皇后恰巧感染风寒，谢之让又困倦，懒得应付皇帝，故而被他推了此事。今日倒是姜密第1回见皇后。哪个是锦衣卫指挥使的夫人？回贵妃娘娘，臣父外子正是锦衣卫指挥使。你今日怎的不把那个东珠带出来？本宫央陛下许久，倒是让你得了去。娘娘，陛下宽厚，怜惜下臣，这才将一盒东珠赏给外子。可是我们做臣下的，该谨守本分才是。臣父不敢僭越，只将那盒东珠好好供奉在家，以谢皇恩浩荡。哼，你倒是牙尖嘴利。好了，谢指挥使乃是陛下近臣，赏一盒东珠也是应该的。恕人恕罪，恕人恕罪。元娘，我去更衣，一会儿便到。你先过去吧，不用等我。大殿附近有寿戏，你第一次参加这等场合，正好过去瞧个新鲜。晚了可该瞧不见了。姨母，您一个人没问题吧？我这么大个人了，能有什么事儿？快去快去。谢书人，从坤宁宫往大殿去有2条路，一条往太液池那边走，一条往梅林那边去。书人来的那条路再过去便是太液池，只是这些日子太液池冰封，那边路滑，奴婢便自作主张往梅林去了，还望书人恕罪。小公公思虑周到，没什么恕罪不恕罪的。谢夫人，往那边走一些吧，你身后有块假山石，当心磕到了。臣妇知晓了，多谢殿下提醒。臣妻呀，想一想便心里激动呢。太子殿下，您在此处做什么？陛下正在寻您，您快去吧，莫要耽搁了。人间啊！此处梅花盛放，风景独美，本宫一时迷了眼，劳谢大人特意跑一趟来传话了。他是男人，最清楚太子看姜密的是个什么眼神。再是伪装，谢之让也能看清太子眼底的贪婪和欲望。这话明晃晃是在和他挑衅。太子在觊觎他明媒正娶的妻子。事后离太子远些。我原也不敢和他有什么牵扯的。他能和谢文珠偷情，定不是什么君子。谢之让看着他白净面庞上灿烂的笑，
没将太子的龌龊心思说出来。我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。你不一样啊，你是我夫君呢。哼，小嘴这么甜，岳父岳母还真没给你起错名。小太监怎么就偏偏领着江蜜往梅林那边去？太子怎么就那个点刚好在梅林？皇帝又怎么就刚好让他去找太子呢？皇帝一直想拉他入局，竟想不到他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。皇儿可知你高祖是如何过世的吗？高祖父他死于马上风。知道，便该谨记这个教训，不该惦记的人万不能动他。若叫人知道了你这番心思，那这储君为义，无要也罢。父皇他知道。父皇恕罪，多谢父皇提点，儿臣知错，日后定不再犯，绝不辜负父皇这片苦心。今日除夕大典，宴请群臣，皇儿该去和百官同乐。文武百官乃是父皇的朝臣，父皇去了，他们才会高兴的。儿臣陪着父皇便好。起来吧。姨，不许喊。是大人，谢谢姨。几岁了，哭哭唧唧的。走了。姨姨和姨父真好。愿你伞冬暖，愿你春不寒，愿你雨天有伞，愿你梦能安。除夕守岁，江蜜和谢之让身为谢家宗父宗嗣，是不可以提前休息的。只是全家人都知道谢之让嗜睡，没人敢强留他。江蜜不睡，谢之让索性也不回去了。京城有守岁熬夜的风俗，还有除夕睡觉使人来年身体虚弱的说法。谢之让是不信的，去岁早早便回军景轩睡下，也没见他今年有哪里不好。但阿蜜身子弱，还是守着吧。夫君，明日还有朝会，又该早起，先回去睡吧，我陪你。走，我带你去点爆竹。从前在江南，家中守岁的鞭炮是只能由男丁点的，鞭炮迎神纳吉，辞旧迎新，她这等女子是不配的。点着了，快跑呀，夫君！乖乖，你这胆子也忒小了。我害怕呀，夫君你陪我玩好不好呀？行，这爆竹放地上玩多没劲啊，拿在手里才好玩呢。你试试。你来凑什么热闹？诶，小兔崽子，找打是不是？二哥要来一起玩吗？这府里有多久没这般轻松畅快过了？和睦夫妻家道旺，元娘和让哥这门婚事当真是好极。征旦朝会祭祖，正月走亲访友。侯夫人出身北平王府，其母亲出身宗室，和清溪郡主的父亲雍亲王乃是堂姐弟，故而侯夫人和清溪郡主还是表姐妹。有这一层关系在，侯夫人便带着江蜜去曾府拜年。程玉，我家大郎后继有人了呢。这可是大好事儿啊！几个月了，胎做的可安稳？刚好3个月，也叫你沾沾这喜气呢。你家让哥，子嗣一事看缘分呢，想是缘分未到，不过也不急。我家元娘和让哥年纪都小，且再等等吧。她嫁得好又如何？还不是夫妻离心。生得好又如何？长子早逝，幼女夭折，唯一的儿子不还是没有后嗣？林承玉压了他一辈子，可哪能事事都如了他的意？那昭林寺的求子菩萨十分灵验，你不若带着你家儿媳去拜一拜。求医问药或许要比求菩萨来得更加管用。这人不是先前摇丁香生产时买通产婆的那人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这清溪郡主和丁香姐姐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要谋害丁香姐姐的性命呢？
韩赞身为读书人，极为爱惜自己的名声。我知道他和曾方海不是一路人。故而在追查漕运贪污一事时，我提醒他勿要因为曾派脏了自己的羽翼。估计是因为这件事，韩赞和曾方海闹僵了，还试图同他撇清关系。韩赞此人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，连杨氏都无法笼络他的心思。故而想着直接取了姚氏性命，之后再许配给他一门亲事，靠裙带关系把他绑在自己门下。此等后宅之事，曾方海不想插手，便交给他的妻子处理，想来应当是如此。那可是2条人命啊，他们怎么下得去手？对付不听话之人，他们有何下不去手？那一群人个个标榜自己忠贞仁义、正直清白，在朝堂之上屡次抨击他这个奸佞小人。他是真小人，他们一群伪君子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满嘴仁义礼智信，通身温文恭俭让，干的却是寡廉鲜耻、狗彘不弱之事，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。夫君，他们这般心狠手辣，你先前查曹良一事查到他们头上，现下又和韩大人掺和在一起，他们不会对你下手吧？我是陛下的人，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的。阿密这么胆小，若叫他知道他要同太子斗，同皇帝斗，只怕要心惊胆战，夜不能寐。这些龌龊事儿便叫他处理干净好了，不要污了他这双眼。夫君，我知晓你很厉害，但独木难成林，你若觉得哪家大人比较适合结交，我便去拜访拜访他家的家眷，好叫他们吹吹枕边风，如此你也不至于在朝堂上单打独斗。好，那日后还得仰仗乖乖多帮我一些。这故事曾称作笑谈说，出关灯影里有几过客，他服下金银洒落他，书生自为他停步。窗外晨光徐徐成河，谢少夫人，心岁平安。心岁平安，石姑娘，令堂身体可还好？多谢少夫人惦记，佳慈身体挺好的。这是我亲自调配的胭脂水粉，绵薄之礼，聊表心意，还望您能笑纳。石姑娘竟会自己调配胭脂，粉色娇嫩如桃花映水，我竟从未见过。少夫人您太抬举了，这7两银子是我这些时候攒的，先还给您。石姑娘，我知道你是守信用之人，剩下的银钱不着急，慢慢攒便是。我相信凭石姑娘的努力，一定能带着令堂过上好日子的。少夫人，门口有位妇人称是石姑娘家的邻居，她说有人去石姑娘家闹事儿，叫石姑娘快回去看看呢。屈怀英昨日随谢之让出京捉人去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谢之让是屈怀英的上官，更是他好兄弟，江密有必要庇护石松兰1、2。石姑娘，我同你一起去看看吧，你坐马车去更快些。多谢少夫人。居然打起我家姑爷的主意来了！我呸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好端端的正头娘子不当，竟上赶着给人家做没名没分的外事。我告诉你，便是怀了孩子，屈家也不会让你女儿这种不要脸的东西进门。滚！滚！哼！继续给我砸！住手！这是我主人家的私事儿，还请这位夫人莫要多管闲事。我家少夫人做事还容不得你来智慧，不知你是哪家府上的下人，行事作风竟这般跋扈。我家姑娘乃吏部右侍郎李大人之女，也是定国公府2公子屈同之的未婚妻。屈怀英有未婚妻？这位夫人还是离这小贱人远些的好。
倘若叫屈同知知道你让我家姑娘受了委屈，夫人便该知道锦衣卫的厉害。锦衣卫乃陛下亲长，监察百官，拱卫皇城。你这一席话，倒像这锦衣卫成了屈大人的私兵。我竟不知这世间还有这般坑害自己未婚夫的女子吗？你再敢拿手指我家少夫人，我便代替李府好好教教你做下人的规矩。你到底是谁？宁安侯府世子夫人。今日之事或许是有误会，如你这般上来一言不合就砸了人家的家，总归是不妥当的。还不帮大娘和石姑娘将家里归置妥当了？是，这肯定是误会，误会。回去我便同我家姑娘说。娘，您没事吧？娘，我没事儿。今日之事，多谢少夫人出手相助。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你和屈大人只好色，而慕少爱。但我同屈大人身份悬殊，我虽出身卑贱，但也是清白人家的姑娘。松兰不愿做那攀附权贵、没名没分的外室，更不愿去入府当他的小妾。兰儿，屈大人，您既已同李姑娘结亲，便该同我保持距离。我和她没关系，我不知道有这门亲事，也不认识那个什么李家姑娘。我待你是真心的，兰儿。我回去便和我爹说清楚，我不娶李家姑娘。这些钱你拿着，好好把家里修缮一下。屈大人，我只娶你。但是生儿怎会无缘，山海各两边，可叹相思怎会两难全。从石家回去，屈怀英和他父亲大闹一场，却被押进祠堂家法伺候。他心急如焚，想去见石松兰，却因身上有伤，被老祖宗拘在家中养伤。堪堪能下床，便跑去见石松兰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屈家早趁着这功夫上门将人羞辱一番，将他母女二人驱逐出京了。谢少夫人，此一去山高水长，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。先前我就在京中，您不肯收我的欠条便作罢，但此时我迫不得已要离开，这欠条万望您收下。待此事风声过后，我一定会将银钱如数奉还。石姑娘可想好要去哪里？总有一处能容下我们母女二人的。石姑娘，早先你来同我送胭脂，许多颜色都是我不曾见过的，连玉华楼都没有售卖。我在江南有间铺子一直空着，若你没有其他打算，不若去江南帮我开间胭脂铺，我只出铺子和银钱，你负责制胭脂，由此挣到的银钱，你我一半一半。若姑娘愿意经商，我也可以再给姑娘让利2成。我是真心觉得姑娘的胭脂能卖好价钱，还请石姑娘仔细考虑一下，你觉得如何？少夫人既然如此看好，那松兰便斗胆试一试。只是我的方子只占4成，天色不早了，我该同母亲出发了。此去江南，不知何时再相见，望珍重。我想同你交个朋友，可好？我姓江，单名一个密字，乃家中独女，你可以唤我元娘。元娘，松兰，珍重，珍重。一刹那，松兰者插地而活。光阴公爵，错问今夕是何？开门！开门！我要见你们家世子爷！谢三儿，谢三儿，快出来！叫魂呢？老子让门夹了你！大晚上跑到这儿来撒什么酒疯？三儿，我找不到他了，我找不到他了。我不认识什么李家姑娘，我不想娶她，我就要我的兰儿，可我找不到她了。谢三儿，我姨娘死得那么惨，她都没去看过她一眼。你说这世上怎么就会有这样的爹爹呢？他从未管教过我，凭什么想插手我的婚事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
还我命混沌。你揽星辰，你拥黄昏，你携风走一程，纵我情深，不愿再等。翌日早朝，督察院御史弹劾锦衣卫指挥同知屈怀英放浪形骸，于夜尽之时游荡街头，参奏5城兵马指挥司渎职，未尽巡守之责，请陛下严惩。谢卿，这是你的部下，可有此事啊？禀陛下，确有此事，但这是微臣故意为之。锦衣卫正缉拿要犯，特命屈同知做出醉酒状，在大街上游走，引嫌犯上钩。那便是督察院误会了。陛下，您不能听信谗言呐！谢之让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，妄图欺瞒圣上。陛下可是明君，朱御史此言，莫不是说陛下偏听偏信，实乃昏君？你胡说！好了，既是误会，说开便是。谢卿记得下回提前同督察院大声招呼。臣启奏翰林院侍讲韩赞韩大人，多次上书自请外放，奏折却被内阁按下不表。谢大人，此等小事，难道也值得放在朝堂之上，浪费陛下以及文武百官的时间吗？小曾大人，官员任命都是小事，那在你眼中还有什么是大事？回禀陛下，韩世讲3元及第，乃天纵奇才，自以为该留在翰林院好好做学问，为陛下分忧。老臣一片惜才之心，想韩世讲年轻一冲动，这才将奏折按下不表，臣绝无二心。哼，韩世讲孩子都生了2个了，在曾大人眼里还年轻呢。曾大人不若辞了官当奶娘去吧，定是能将孩童看护得严严实实的。曾方海知道他暗戳戳在指什么事情。此事容后再说，先商议春耕一事。看你那做的像个什么样子？陛下，您怎么跟我爹似的？朕若有你这么个儿子，得少活10年。你怎么什么话都在朝堂之上讲？微臣就那么个性子，改不了。让你底下的人都注意点，才有下次。朕可不管你了。是啊，多谢陛下替我兜着呢。韩赞那事儿，曾想拉帮结派，韩赞只愿做纯臣，不想掺和他们的事儿，便想外放做个地方官，替陛下做点实事。你同韩赞？托陛下的福，臣和韩赞一同为皇子们授课，一来二去有了些交情。但你同朕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先前听陛下说过几句，言内阁权力越来越大，微臣是想借此事替陛下分忧，自作主张，还望陛下勿怪。这计谋是成了。有你这般贴心之人做朝臣，朕放心呐。细算人生这一路，尝尽多少疾苦。少年时不思蜀，大好时光都虚度。